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猫莉。今天我们来做可可爱爱的圣诞树面包。首先在面包桶里加入鸡蛋和牛奶，这两样材料都有助于面包的长发。然后加入糖，今天做的是抹茶口味，糖加的稍微多了一些。今天的面包也不需要像吐司面包一样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和膨发度，而更需要它具有松软的口感。所以我就添加了一些低筋面粉，加入低筋面粉做出的面包会格外的松软。黄油我们等一下才加入。全部材料都放好以后，就可以把面包桶转移到面包机里了。我的面包机有一个自定义揉面功能，它的默认揉面时间是13分钟，我把它调节成了25分钟。点击开始，面包机就开始揉面了。在揉面的前10分钟，一定要注意观察面团的状态。如果面团太干或者是太湿，都可以加面粉或者是牛奶来调节。在面团揉至1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加入一块冷藏的黄油。冷藏黄油的加入可以让面团的柔韧性更好。25分钟后，面团已经揉好了，把它取出来放在揉面垫上。需要取出40克的面团，这个面团等一下我们要用来制作树干。然后把剩下的面团所有的边都朝中心折叠，轻揉几下，然后放在一旁醒发。接下来取出刚才切下的40克小面团，在面团上面加上一些可可粉，然后喷上一点水。接下来就像洗衣服这样的手法，把面团不停地揉搓。我大概搓了5分钟左右，就搓成了这样一个巧克力球。搓好后也放在一旁醒发。15分钟后，把这个绿色的面团拿过来，撒上一些干面粉，然后把它平均分成4份。这个面团我们可以做4个小面包。取一个面团，把它揉成小球状。因为我们用的是一次性发酵法，一定要给面团足够的时间去醒发。4个面团都揉好之后呢，再醒发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取一个面团，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水滴形，记得光滑面要朝下。在这个面片上涂上一些沙拉酱或者是蛋黄酱，因为肉松的口感是比较干的，加上沙拉酱和奶酪，这样吃起来口感就会比较润滑。然后再放上肉松、奶酪还有香肠丁。内馅放好后，就可以给面包整形了。把面片的两边捏紧，再把底边捏上来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。捏好之后再稍微整理一下，让面团的3个角再圆润一些，就更可爱了。现在我们来制作树干。把刚才准备好的巧克力面团分成4份，把面团压扁，两边再一折，这样树干就已经做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怎么才能把它固定到圣诞树上呢？取一个圣诞树面团，在后面喷一点水，然后把这个小树干贴在上面，再用圣诞树面团自身的重力把它压在上面就可以了。4个面团都进行同样的操作。现在就可以把面团放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发酵。我通常会把面团放在烤箱里面，但是不会开电源，而是在里面放上一杯热水，这样既提供发酵所需的温度，也提供了湿度。我的室温是28度，发酵一共用了35分钟。35分钟以后就把面团取出来，然后预热烤箱，在面团上撒上一些高筋面粉，这样看起来就有了下雪的效果。然后准备一把剪食物的剪刀，斜着45度到60度的角度来剪面团，这样就可以剪出这种像小松树的形状。记得不要剪得太深，不然会露馅儿。现在我们来做树干的花纹。树干的整形只需要拿一个锋利的刀片，在咖啡色的面团上划上几刀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容易。4个面团都整形好了，烤箱也预热好了，我们就把圣诞树面团放进里面烤制。把烤盘放在烤箱的中层，170度烤制18到20分钟。因为抹茶面包烤久了会变黄，记得在烤制5到10分钟的时候盖上一层锡纸。18分钟后，面包就烤好啦。我们把面包放到晾晒架上晾凉，
以免面包底部存留的热气让面包变得湿软。面包完全晾凉后，我们就可以品尝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面包已经完全晾凉了。现在我们来进行最后的装饰。上面的小星星我用的是胡萝卜，插上一根牙签就可以固定。这样做单纯只是为了好看，你也可以装饰其他的材料。这样做出来的面包红绿搭配真的很像一棵圣诞树，非常可爱。切开面包里面有满满的馅料，其实我觉得我的馅料还可以多包一些。今天这款面包咸香松软，揉面时也无需手套磨，即便是简单的整形，做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。有了这款面包，一定会让你的圣诞节更加有仪式感。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莉，祝大家做面包成功啊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